第2集，我把车停在镇子口的超市门口，坐在驾驶座上，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：病毒还没扩散，我拥有最宝贵的信息差，我必须在灾难全面来临之前，钻满能活下去的底牌。我拿出笔记本，快速写下了囤货的优先级。排在最前面的永远是食品和饮用水，其次是医疗急救物资，然后是工具和硬件，最后是能源和长期生存的物资。末日里，任何一点多余的东西都是累赘，只有能保命的东西才值得我花光手里的每一分钱。我推着手推车走进超市，最先冲向的就是粮油区，把货架上所有的真空包装米面、压缩饼干、军用罐头一股脑全扫进了手推车，连货架底层临期的罐头都没放过。这些东西保质期长，热量高，是末日里最硬的通货。紧接着是饮用水区，整箱的矿泉水被我一摞一摞搬上车，手推车瞬间就被堆得满满当当。超市老板凑了过来，看着我疯狂扫货的样子，脸上满是不解和嘲讽。旁边结账的路人也纷纷侧目，对着我指指点点，说这小伙子怕不是疯了，买这么多东西，吃到过期都吃不完。我抬眼看了他一下，没说话，推着车继续往前走。他们笑我疯了没关系，等灾难来临的那天，他们就会知道我今天做的一切有多必要。末日里，一包盐、一卷纸都可能是能换一条命的硬通货。我又拿了几十卷卫生纸、香皂、牙膏，还有10几条家伙毛巾和防水布，紧接着冲到零食区，把高能量的巧克力、牛肉干、压缩糖全部扫进了车里。这些东西不仅能补充能量，还能在极端环境里给人一点活下去的甜。接下来的大半天，我跑遍了整个镇子，先是3家药店，把货架上的消炎药、抗生素、碘伏、纱布、止血带、急救包全部扫空，连退烧药、肠胃药、抗过敏药都没落下。药店老板被我买空了半间库房，站在原地目瞪口呆。然后是5金店，我拿下了店里仅有的2套大功率太阳能充电板和储能电池，还有铁锹、斧头、撬棍、8毫米厚的钢板、几大箱铁钉铁丝，还有3套防盗密码锁。老板开着3轮车，帮我把货全都送到了车上。最后是农资店，我买了白菜、土豆、萝卜的蔬菜种子，还有手动抽水机、汽油桶、大棚保温膜，这些都是长期生存的根本。等我把所有东西都装上车，才发现我的 SUV、后备箱、后座、副驾，甚至脚下的空间都被塞得满满当当，连车门都要用力才能关上。我坐进驾驶座，把车门锁死，看着满满一车的物资，长长的舒了一口气。很多人觉得末日里最厉害的是能打能杀的硬汉，可我知道，真正能活到最后的，永远是提前做好准备的人。这满满一车物资，就是我活下去的第一重底气。我再次发动汽车，朝着村子的方向驶去。我的目的地是爷爷留给我的祖屋，一栋带院子的2层红砖小楼。它偏僻隐蔽，墙体是实心红砖，易守难攻。从今天起，这里将被我改造成这个末日里唯一的安全屋。汽车开进院子，我下车反手锁死了大铁门，靠在门上，抬头看着眼前的2层小楼，夕阳落在屋顶上，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。我攥着手里的房门钥匙，心里无比坚定。我知道，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必须和时间赛跑，在病毒全面扩散之前，把这里打造成固若金汤的堡垒。